恭喜宿主继承了传奇大佬的逆袭牌三轮车，车辆绑定中，绑定成功。我操！继承三轮车，哪个大佬这么寒酸？三轮车都能当成宝贝？本三轮车每天可以自动产出一车货物，且宿主驾驶三轮车满10小时会触发一次特殊奖励。本次绑定成功，货物已产生，请宿主自行查看。自动产生货物，这三轮车能产出什么好玩意儿？哇！本次产出货物为999黄金金砖100块，每块500克。关于黄金的来源和证明材料也一并存放于车斗中，请玩家放心使用。这就是传奇三轮车的实力嘛！开局就产出黄金，这日子也是好起来了。我1000块买的破三轮车里竟然有一车黄金，这谁能想象得到啊？黄金放在这里太不安全了，还是去银行换成钱比较好。按照现在的1克800块的金价，我1块金砖就是40万，这100块金砖就是4000万，爽啊！小逼崽子，你骑个破三轮车瞎晃悠什么？我今天刚花60万提的新宝马车，就这么被你给撞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必须赔钱！是你追尾我的，让我赔钱？你脑子有病吧你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追尾你的？你一个破三轮，难道还有行车记录仪不成？2万，少一个哥们儿都不行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宝马能买你100条命！今天要不把钱赔了，有你好果子吃！我开个破三轮，就活该被你看不起啊！我告诉你，就我这三轮，能买你100辆宝马。装疯卖傻是吧？你这买我100辆宝马，你以为你这车是金子做的？这小子怕不是疯了吧？金子做的也不值这么多钱啊！估计是怕赔钱，在这强词夺理。听见大家说什么了吗，小子？装疯卖傻是吧？没有啊，最好赶紧赔钱，要不等交警来了，这事儿没完。那咱们等交警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同志，就这小子骑个破三轮溜车撞了我的宝马，我今天刚提的新车，怎么说也得赔我5万块吧，不然这事过不去。小伙子，你怎么说？他追尾我的。你放屁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又不瞎，我开宝马撞你的破三轮？我的三轮车是没有行车记录仪，但是呢，这银行可是有监控，是我溜车还是你追尾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，这次是我是你追尾，你负全责，这是事故单。同志，我举报，我严重怀疑他这车上拉着危险物品。他刚刚说，他这一车能买我100辆宝马，他肯定拉了危险物品。同志，车上拉的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砖头。砖头？对，就是一些砖头。我那个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来银行换点钱。一个拉三轮车的能换钱？同志，快抓他！他这一定是危险物品，他要抢银行。哎，同志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这真的就是一些砖头而已，只不过这些砖头啊有点贵。同志，还是请你打开看看吧。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非比我炫富，那我只能被迫装装了。我操！他说这是砖，怪不得他说能买得起100辆宝马。用金子做的三轮车不一定买得起，但是拉一车金砖的三轮绝对没问题。同志，你看，我真的没说谎吧？这金砖它也是砖呐。同志，你这是哪里来的？
这些都是我之前收藏的，你看，证书和发票都在。东西没有问题，你这东西太过贵重了，要不要我们送你回去啊？不用，我正好就是来银行换钱的。你好，我这儿有100块砖，需要回收。这位农民工兄弟，请不要开这样的玩笑，我们银行不收建筑用品。戴有色眼镜看人呐，这么瞧不起农民工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农民工也是你惹不起的。你确定啊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啊！警察刚刚通知我们要去接待一位非常重要的客户，人家可是拉了一车的金条过来的。你要是耽误了事儿，饶不了你。先生，抱歉了，我们经理要去接待一位重要客户，我叫宋雨萌，您有什么业务可以问我？你们这儿办理业务啊，还有区别对待？可能是交警同志怕引起骚乱，所以特意通知领导来接待的。警察同志，那位先生呢？这么多金砖给我们银行回收，我们绝对不能怠慢。那位先生已经进去了，怎么你没看到？不可能啊！我接了电话就出来了，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尊贵的客户，只有一个臭农民工。哎，他……我虽然是农民工，但并不代表我不能是你们尊贵的客户。于先生，你这是……你不是看不起农民工吗？那我这一车黄金呢，也就没必要留在你们银行了。这位先生就是这一车黄金的主人啊！于先生，您看您这装扮和您这身份真的不符，我这才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！没有误会啊，我就是你们看不起的农民工，有你在，我这黄金是绝对不会进你们银行的。于先生，于先生，你别冲动，这个人已经不是我们银行的了，他已经被开除了。行长，行长，你不能开除我呀！于先生，你别生气，你跟这样有眼无珠的人生气不值得。我已经把他开除了啊，绝对不会影响您的心情。好了，你已经不用上班了，我们银行可留不住你这种看不起农民工兄弟的人，滚吧。于先生，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吗？职业不分贵贱，也许你看不起的人呢，那就是你得罪不起的人。于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还愣着干什么啊？怎么了？要我把你们都开除吗？走。哎，行长，这笔业务呢，就交给这个小姑娘了。手续都在这儿了，再帮我办张银行卡，然后帮我把钱存进去。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宇先生请到贵宾室去啊！宇先生，请跟我来，这些业务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会解决的，请。别怠慢了啊！这就是银行贵宾的待遇吗？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过，没想到我也能亲自体验一把。宇先生，这是为您准备的茶水和糕点，这次业务大概需要1个小时，您有任何的需要，随时吩咐我。好。宇先生，你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吩咐哦，我都能满足你。宇先生，宇先生，没事没事，我暂时没什么需求，你去忙吧。好。宇先生，这是给您的卡，里面有4000万，都存在卡里了。不到1个小时就赚了4000万，这系统也太给力了吧！行，那就这样吧。哎，稍等，您的车我们已经派专人给您去做保养了，所以您要稍等一会儿。哦，这是我的3轮车。哎，这当然是你的3轮车了。哎，我专门请人把它送到了4S店进行了保养，而且还专门请了专门的师傅进行了打蜡，
希望你也能满意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的车。检测到宿主保养3轮车，获得一次自定义产生货物的机会。没想到啊，误打误撞还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就是不知道这个自定义有没有什么限制。先生，宇先生啊，宇先生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为您服务。哎，我很满意。哎呀，那满意就好。如果您满意的话，那还欢迎您下次光临。哎，宇先生一路顺风。按什么按？着急投胎啊！李阳，原来是你这个狗东西！早上我撞见你和王娟在乱搞，你就开除老子，现在还在老子面前嚣张，可惜了，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。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被我老公开除的废物啊！哟，这是买新车了呀？就是不知道这破的小二手3轮结不结实啊？还挺结实。你别说，宝贝儿，这车和雨晴的气质很般配，还一个干苦力的，气质还真不错。李阳，你别得意啊，不就是买一辆宝马吗？装什么牛逼？在我眼里这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宝贝儿，你听他说，啥也不是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江诗丹顿，一块表价值几十万，比你的命还贵。不就是一块破表吗？我有的是。自定义3轮车产物，世界名表。自定义成功，名牌手表生成中。生成完毕，且来源和说明都具有备案，请宿主放心使用。一块破表而已嘛，我告诉你，我车里面多的是。宝贝儿，你听他说什么？他说车上多的是。说不定是儿童电子手表呢，2块钱一个，人家当然能买很多了。该不会小3轮车上黑布盖着的就是吧？那我可得好好看看。我这东西你想动就动啊！我这价值1000万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哼，就跟我想碰你这小破3轮一样，还价值1000万，你怎么不说价值过亿呢？大家快来看看啊！他一个骑破3轮的，说自己车上的东西价值1000万，你们信吗？这不是小区里那个雨晴吗？平时一块馒头都分2半，他的东西能价值1000万？我看80%是瞎说的。这要是价值1000万，谁会装3轮车上？他难道是用3轮拉黄金的那位小哥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你那小哥说的就是我。我今天呢刚拉了一车黄金，现在啊拉的比黄金更值钱。雨晴现在啊吹牛逼都不打草稿了，你看你什么德行？你个破民工还拉黄金！我今天倒看看你拉的这一车到底有没有比黄金值钱，赶快打开让大家看看。就是啊，要不你打开啊！是啊，小伙子，你打开让我们看看，到底什么东西啊，比那黄金还值钱呀？就是打开看看呀，空口白牙，吹什么？既然你们想看，那我就满足你们。你们想看呢，我自然能满足你们。但是我要是能证明这价值的话，你得跟我道个歉，并且承认自己是个垃圾。行啊，我倒想看看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行，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。哇！还真是一车手表啊！对呀，看着好亮眼呢，还都是带着标签的，竟然也都是江诗丹顿，和那位先生一样。对呀，和他手上戴的一模一样。雨晴啊，雨晴，你没事搞那么多假表干什么？难道是为了装逼？做的还挺逼真呐。不过也就骗骗那些无知的人而已，在我面前啥也不是，都是垃圾。很好，本来啊，我就是想让你道个歉，看来还是太便宜你，没想到你自己把机会送到我面前。行，那我就成全你，不然啊，我都觉得对不起你。喂，我要报警。谁报的警？我报的警。他们啊，故意破坏私人财产，给我造成巨大的损失。警察同志，别听他瞎说，就是一块假表而已，还巨大损失，别听他小题大做。拉一车假手表你还装上了，还巨大损失？别说这一块了，就是全都给你砸了，我老公也赔得起。
来，你算算，2块破表需要赔你多少钱？我双倍赔你。双倍就算了，我怕你赔不起。这2块表啊，价值1000万。你疯了？2块破表也敢要1000万？警察同志，他这是敲诈勒索。你能证明这些表的真假吗？我不能证明，但这不是有证书吗？而且你还可以找人鉴定，这是真是假，一看就知道。东西我已经看过了，来源和真实性没有任何问题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会安排专业的鉴定师鉴定。随意。怎么样？这表是不是都是假的？这可是价值超1000万的名贵艺术品啊！谁这么混蛋，竟然把它弄成这个样？这一只是江诗丹顿的图尔德伊勒，这块表限量发行7块，价值1200万。这只差了一点儿，只是普通的劳力士，价值也在100万以上。看来我还说少了呀。你们呢，就原价赔偿我就行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一个在我工地搬砖的，怎么有那么多贵重的手表？这位陈海先生是我们整个南省最权威的鉴定专家，他的结果我们认。我陈海一生研究世界名表，我的鉴定结果不会有任何差错。警察同志，你别被他们骗了，他一个农民工哪来那么多名表，而且还用3轮车拉，这可能吗？东西来源我已经看过了，是宇先生几年前就已经收藏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现在请你对宇先生进行赔偿，否则就走司法途径。雨晴，你混蛋，你坑我！你这是自食恶果。你看我是个农民工，就觉得我拿不出真东西，现在你们这是咎由自取。警察同志，他们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们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哎呀，这逆袭3轮车还真让我逆袭了。不到1天的时间，卖黄金的4000万，加上李阳赔偿的1000万，我这资产都已经5000万了。这要是加上那包手表的话，那我的资产怕是直接过亿了。您请坐。您是之前那个鉴定师吧？哦，于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之前在鉴定的时候，我注意过您这一车表，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割爱呀？您放心，我会给你合适的价格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这些手表对我来说留几块就够了，还是换成钱比较实在。给。您轻点儿，您轻点儿。您直接挑吧，然后给我转账就行。于先生，您这表啊，一共是98块，每块是200万，去掉你留那几块，余下的我全收了。另外呢，给你凑个整数，2个亿，怎么样？这玩意儿竟然比黄金还值钱！这1天的时间，我就有2亿5千万了。看来以后啊，我得把3轮车当宝贝。检测到3轮车正在被恶意针对，请宿主尽快处理，守护3轮车成功，可获得产物1车。喂，雨晴是吧？你家3轮车是不想要了吗？已经有多名用户投诉，赶紧把你破3轮从车位上挪走，不然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。别动我3轮车啊！我现在就下来。你们物业是干什么吃的？一个破3轮也能占个车位，要让别人知道了，还以为我们小区住的都是穷逼。切！就是，老子今天就要停这儿了，赶紧把这破3轮弄出去。哎，我让你叫人，你叫了吗？人再不来，把这车砸了。马上。这辆车好像是宇先生的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他们似乎是在针对宇先生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他人还来不来了？人如果不来，别说我不给他机会啊！我给他2分钟，人如果还不来，我立马就给他车砸了。先生，你先别急，已经通知3轮车车主，马上就过来了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嚣张，一个破3轮还放这抢占车位。不许动！
你们凭什么针对这辆车？这辆车为什么不能停在停车位上？你是三轮车车主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怎么这么没有规矩？一个破三轮也占个车位儿。我不是这辆车的车主，这辆车是宇先生的。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肆意妄为。既然你不是车主，那就滚远一点啊！一个破三轮，我动了它还能翻天不成？谁敢动我的三轮车？还好，这要是宝贝三轮车出了问题，我得后悔死。这三轮车对他竟然如此重要，没想到误打误撞我还帮到了他。宇先生，您放心，他们还没有对这辆车做什么。刚刚的事我都看到了，多谢你了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这样的，宇先生，您已经是我们这边银行的 VIP 顶级客户，然后看到您今天卡里有一笔巨额进账，所以想来看您有什么需要。谢谢啊。看还没上几个就开始说上醉话了，还银行顶级 VIP 客户，谁家 VIP 客户买不起车呀？还开三轮？就是，臭小子，你就别装蒜了啊！赶紧把这三轮车弄走，别耽误老子停车。这是公共停车位，我这物业费也不比你们少交，凭什么我不能停啊？车？就你这也叫车？这就是我的爱车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哟，先生，您别无理取闹了，麻烦你把你的爱车开出来，把车位让给这位先生。我凭什么让？这是公共停车位，我的物业费也没少交，我的车自然有资格停在这里。先生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一辆破三轮，随便找个犄角旮旯一停，别在这浪费我们时间了。什么叫我浪费时间啊？这明明还有别的车位，你怎么就揪着我的三轮不放啊？你还真说对了，我真就感觉你这破三轮啊，就不配停在这儿。看见没？那才叫车。你们也太过分了，宇先生只是低调而已，他要是想，可以把你们小区的停车位都占满。占满？你用什么？用这个破三轮占啊？不争馒头争口气，大不了直接买几十辆车，把这个小区的车位都填满。恭喜玩家守护三轮车成功，奖励豪车100辆，行驶证和车钥匙已经生成。系统牛逼呀！我要几十辆，直接给我来100辆。不过现在正好，我就用他们看不起的三轮来证明，我的三轮才是他们高攀不起的存在。哎，你看什么看？哼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只要有足够多的豪车，那这小区的车位就随便我停？你可以这样理解，但是很可惜，你没有啊。哼，他说的话你认不认？这位先生说的很对啊，虽然我们小区不是什么高端小区，但停车位就是给车服务的，只要你的车够高端，车位随便占。行，我这三轮车的价值啊，比你们小区所有车的价值加起来都要高，该让位的是你们。真能装！既然说你的三轮车抵上小区的所有车，你干脆说你的三轮车抵100辆豪车算了。难不成这三轮车里面装的是一车的豪车钥匙不成？你们笑什么？宇先生说抵得过，就一定能。哎，还真是，我这车还真有一车豪车钥匙，再加一车行驶证。一车豪车钥匙加行驶证，整整一车。哎，宇先生，您今天中午才刚拉了一车金砖，您这会儿又拉了一车豪车钥匙。你还少说一车呢，我上午还拉了一车名表，那银行账户的钱就是我卖表的进账。什么？一车的豪车钥匙？哎呀，该不会是玩具车吧？就是他要有一车豪车钥匙，还能出这里？是不是只要证明我有足够多的豪车钥匙，你们就给我让车位啊？这位先生，别胡闹了，赶快把你的车开走，给这些邻居道个歉，事儿就过去了。让我让车位，还要我道歉？你这物业什么态度？别不知好歹啊，在这浪费我们时间。行，那你们就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看看谁该道歉。胡闹！我是怎么吩咐你的？不是让你找门口那位先生，在这干嘛？经理啊，这不是出了点状况吗？怎么回事？这小子开一辆破三轮占着车位，引得我们业主不满意，让他开走他也不开。先生，赶紧把这三轮车开，别浪费我们大家时间。我开个三轮车就该低人一等啊？哼，那倒不是啊。我听说今天中午有一先生开着三轮车拉了一车的名表，随便拿出来一块都价值100万。你这三轮车要是能拉同样的东西，那你自然是我们小区尊贵的业主。你说的这位就是宇先生啊。我这车里啊，还真有一车豪车钥匙。好，
既然你喜欢装逼，那我就满足你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破酸溜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啊？赶紧给我挪车吧，我的车马上就到了。这证做的还挺逼真啊，小子，做这些假证花了不少钱吧？还有这些车钥匙，你该不会是为了装逼买的打火机吧？啊！各位啊，别被这小子给骗了啊！这就不可能是真的。我对车研究挺深的啊，就这里面这些车，很多都价值上千万。这要是真的，那得多少钱呢？你去看这个傻小子，他买得起吗？啊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我们差点被这臭小子骗了。切，原来早有准备啊！多亏这位先生有见识，拆穿了你。他说假的就是假的吗？你们凭什么以为宇先生买不起啊？那你就拿出证据，光弄这些花点钱就能搞的假证啊、打火机什么的，在这无实物表演，就想来骗我们？你当我们傻啊？宇先生，他们也太欺负人了。没事，交给我处理。你们想干实物是吧？行，到时候你们不要后悔啊！到时候整个小区你们别想再有一个车位。哼，你说的跟真的一样。哎，你弄吧。你要真能把豪车弄过来，我立马把自己的车给砸了。到时候你可别心疼啊。宇先生，您订购的豪车已经运输到了，如果您方便的话，麻烦请您签收一下。哎，这没有问题。哎，好嘞。哎，等会儿车来了，你直接拿去开。不行，宇先生，这太贵重了。就当我对你的回报。哦哟，都演起双簧了！大家快来看啊！小区门口停了好多辆豪车，随便一辆要几百万上千万。哇，谁这么土豪啊？什么？怎么样？现在信了吧？啊，赶紧给我挪车位去！宇先生，我错了。你看，你都这么有钱了，就不要和我们计较了。哎呀，对呀，这也怪不着我们呢。那你有车你不开，你开个破三轮，那能怪到谁啊？我就喜欢开三轮车啊，那是我的事。至于你们嘛，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？哎，你们该不会不想认账吧？不会，我这就给你腾车位。宇先生的车能停到我们小区啊，那是咱们小区的福气。哎，那我这三轮车不会再拉低你们小区的档次吧？不会，宇先生，你这说什么话？您这三轮啊，一看就价值不菲，能停在我们小区啊，那是我们的荣耀。是，没听到宇先生的话吧？赶紧把他们两个车给挪出来，以后他们的车禁止进入小区。凭什么？大家都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就不要和我们斤斤计较了。哎，对呀，刚才我们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这么有钱，你跟我们较什么真啊？对吧？有些人呢，还真是不要脸。之前口口声声说宇先生的车不配停在小区停车位，怎么现在落到自己身上了，就接受不了了？这人不要脸啊！这天下无敌。这要是如果是一辆普通的三轮车，估计早就被他们赶出去，还要被他们奚落，被他们欺辱一番。刚刚我的朋友就已经告诉你了，我就是你要找的人，就是因为我开这辆三轮车不肯相信，哼！现在又因为我有100辆豪车，又对我卑躬屈膝的。宇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猪油蒙了眼。你别生气啊！宇先生，交给我处理。这件事呢，我已经给你们的领导反映过了，你们就等着被接收处理吧。混蛋东西！我让你服务好宇先生，你就是这么服务的吗？你不用干了，还有你手下的人都给我滚蛋！完了，我被开除了！王八蛋，都是因为你！现在我被开除了，你也别想好过！都是你们惹的祸，我也要出口气！不要！你敢打我，我就报警！走，我带你兜风去。来。看来以后要对这三轮车用点心了。牛皮座椅垫、清洁剂，
防锈剂、防晒镀膜，走你！我这三轮车很值得拥有这么好的。恭喜玩家驾驶时长达到6小时，现发放奖励。又给奖励啊！奖励速度、魅力提升。我去，这我本来就不差，再加上魅力提升，那岂不是这些女人都被我迷死了？雨晴，该交房租了。雨晴啊，这房租都欠了1个多月了，今天该交房租了吧？给，今天就给。糟糕，心动了。以前怎么就没发现雨晴这么有魅力呢？赵姐，我现在给你转钱啊。赵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姐，你干什么？你说呢？赵姐，你别冲动啊。可是你都好久没交房租了。交，我现在就交。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交。我觉得还是用钱比较直接。赵若曦，我把钱转给你了。小雨啊，现在挣钱多难呢。姐姐有10几套房，还刚死了老公。你就不想吃口软乎的？不，姐，我这个人胃口啊特别好，吃不了软饭。这该死的魅力啊，这不是让我难受吗？我就不信，你一个大小伙子，还能抵挡住我的诱惑。你就不想尝尝姐的滋味？该死，这女人今天是不吃了我不可善罢甘休啊！我该怎么办？谁能救救我？雨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我等你忙完我再来。别误会，这个是赵姐，我房东，来收租的。小雨啊，这姑娘该不会是你女朋友吧？啊，这不是，我跟雨先生今天才认识的，他是我客户。原来是客户呀，那姐姐就放心了。那姐姐就先走了哟。你个小没良心。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看来是时候挪个窝了。继续住这里，早晚抵挡不住赵姐的诱惑。雨先生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我其实是来还钥匙的。雨先生，我是来还车钥匙的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送你豪车你都不要啊？无功不受禄，我也不是这样的人。那要不这样，你帮我个忙，要是帮成了，这豪车呢就当是给你的酬劳。什么忙啊？哎呀，很简单的，你就帮我去那个瀚海楼盘看看，我想买个房。雨先生，中天1号是本市最好的别墅区，今天下午才正式开盘销售，到时候我找我同学给咱们也走个内部价。行，谢谢你啊。您太客气了，为您服务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雨萌啊，你说要给我介绍大客户呢，怎么还没来啊？需不需要我出去迎接一下？佳佳，这位就是雨晴雨先生，就是他要买房。哎呦，雨先生，您可真是年轻有为啊，长得还这么帅。您在哪儿高就啊？无业游民。哦，那你一定是自己创业成功的成功人士。创业失败，现在呢，靠卖点东西维持生计。雨萌啊，你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？带一个无业游民来这儿买别墅，拿我寻开心啊？
虽然人长得帅，但我不吃这一套，你知道的。佳佳，你别胡说，宇先生很有实力的，他是我们的 VIP 客户。VIP 充了多少钱？5万还是10万？佳佳，不是这样的，他有一辆3轮车，他那车3轮？你带一个骑3轮的来我这儿买别墅？佳佳，你快跟宇先生道歉，宇先生只是低调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浪费我时间。我还以为你真给我带什么大客户呢。哼，骑着3轮也敢来中天1号来买别墅，真晦气。这样的人也来看房，我感觉中天1号也配不上我们的档次。诸位不要着急，这种人我马上请你出去。李佳佳，你怎么回事？这里可是中天1号，这中天1号可是整个上海市顶级楼盘，出现这种垃圾，不是拉低我们档次吗？对不起啊，经理，这是我同学带来的，我马上就处理。你真把我害惨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骑着你3轮滚！没看见我们经理都生气了？这么势利，我骑3轮就有罪了。佳佳，骑3轮怎么了？骑3轮就不能买你们这儿的别墅了？闭嘴吧，宋雨萌，就他还买别墅呢，他连来我们别墅翻垃圾桶都不配。行了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赶紧带他走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本来雨萌想送你一场泼天的富贵，可是啊，你有眼无珠。你在这儿大放什么厥词啊？还泼天的富贵？这里可是中天1号别墅，随便一套别墅都能买你的命。佳佳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宇先生说话呢？你快给他道歉。我道歉，他配吗？还有你，别说了，赶紧带着他走，不然我叫保安把你们俩都扔出去。抱歉啊，宇先生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不关你的事，是他们狗眼看人低。小崽子，唧唧歪歪什么呢？赶紧给我滚啊！再多说一句，小心我打断你狗腿。本来只是想买个房子，躲开热心房东的纠缠，怎么就碰到这种傻逼呢？小没良心的，这是想买房吗？看上哪儿了？跟姐说，姐送你。怎么？难道你就不想出口气？不用，我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嘴硬，我的人也是你能骂的。这位美女，你可能误会了，这个人啊，就是个穷屌丝，他连车都没有。谁说他没有？这是我送他的车，有资格留在这儿吗？这是宇先生送我的车，我现在还给他，他就有资格留在这儿。哦，原来还是个吃软饭的。不是的，这真的是宇先生送给我的。行了，跟他解释什么？吃软饭怎么了？姐有的是这个实力，姐不仅送车，还送房。刷卡，你们这最贵的别墅。哎呦，赵姐，我跟你说了嘛，我胃口好得很，吃不了软饭。今天呢，就让你看一下我的实力。本来只想安安稳稳的买一套房，非要逼我出手，何必呢？可惜了，这次系统不够给力，要是能直接给我产出一本房产证就好了。恭喜玩家，今日份产物已产出，产出物品：中天1号别墅楼盘所有别墅。系统这是要我在打脸的路上高歌猛进呢。我只是想要一套，直接就给我送来一个楼盘。看来今天这中天1号不用开盘了。别闹，吃不吃软饭一会儿再说。今天我先帮你出了这口气。不用，赵姐你就好好看戏。今天呢，我让他们自食恶果。哎呦，口气真大呀！还我们自食恶果，吹什么呀？你以为你是我们老板啊？还真能装。的确，我呢不是你们老板，但是这中天1号不用开盘了，你们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吧。你说不用开盘就不用开盘了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是开发商了吧？还不用开盘？谁给你的勇气？哎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是你们老板，也不是开发商。你没事吧？啊，宇先生，你……可如果我是中天1号所有房子的业主呢？你疯了吧？这楼盘都没开盘，你怎么成为业主啊？小崽子，你吹牛都不会吹。你知道中天1号值多少钱吗？它的价值最少几百亿。就你，跟我们老板当狗啊，都不配。宇先生，别和他们置气了，
咱们还是走吧。该走的是他们啊！现在整个中天1号都是我的，这也是我的。我说中天1号是我的，就是我的，证据啊就在这3轮车里。小雨啊，姐是想让你吃口软乎的，但是姐也没实力让你吃下这一整个楼盘。赵姐，我牙口好得很，今天啊就冲你给我出这口气，这别墅我送你一趟，当然了，也少不了你的。这不行的，雨先生，这车我本来就准备要还你的，这别墅太贵重了，这我不能要。不是，你还真信他呀？雨先生说是真的，就一定是真的。而且雨先生这辆3轮拉过很多了不得的东西，现在就算是拉着中天1号的别墅，我也不会奇怪。哎，你还真说对了，这里面拉的就是中天1号别墅的房产证。哼，什么？你说这车里边拉的是中天1号的房产证？那这么说的话，那这3轮车最少价值100亿。哎，可我不信怎么办？你信吗？你信吗？你们信吗？经理，我肯定是不信了。咱们中天1号的别墅把它卖了，他也买不起一套啊。就是。谁不知道我们中天1号别墅是瀚海顶级别墅区啊？多少权贵都抓紧预定，怎么可能被他一个人买完？不错，我身为红日集团的总经理，年薪上百万，在这里才只能买得起末端别墅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你敢说这里都属于他？我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身价千万都不敢看好的区域，竟然有人说都买下来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玩脱了吧？一会儿你快走，剩下的事儿姐给你解决。赵姐，你也信不过我？不是信不过，而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本来我也不想证明什么，但是赵姐你不信，那我就必须证明给你看了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。他们都想看你笑话，我不会让你去做。哎呀，他们看不了我笑话，等会儿啊，他们自己就会成为一个笑话。放你个臭屁！他还说让我们成为笑话。小崽子，我们跟你出来不是看你吹牛逼的，你不是要证明吗？那就把它掀开。如果这真的是中天1号的房产证，我当场下跪给你道歉。既然你那么迫切的想认错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这真的是房产证？当然是真的，而且啊，这是中天1号所有别墅的房产证。雨先生，原来你早就买下这儿的别墅了，那你怎么还托我帮你找人啊？你要是早点摆出这些，也不用被他们羞辱了。那我不是想试探一下他们吗？我要不这么做的话，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？原来是这样啊！这还真是我们中天1号的房产证？这不可能啊！咱们都没接到通知，这房子什么时候卖出去的？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我作为经理最清楚了，咱们中天1号到现在都没有开盘，怎么可能卖出去呢？小崽子，差点被你给骗了。这房产证做的确实挺不错的，可是你别忘了，我是经理，我还就告诉你，我们这中天1号的李董建这所别墅的时候，那就是为了服务高端人士，所以这房产证他就不可能落在一个人身上。你身为经理，这房产证的真假你看不出来啊？我说了，它就是假的。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呀？这是雨先生的房产证。哎呀，不过是个假的玩意儿，还弄得跟真的一样，很在意是吧？我偏要撕给你看。雨先生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这可都是你的钱啊！我不过就补张证的事儿，他们呢？他们正好给我机会啊，把他们送进去。经理，他要送我们进去。哎呦，什么时候撕假证也犯法呀？放心，最多也就是赔几块钱而已，这钱我出了。我就怕你赔不起。一张假证你还装起来了？我说了，假的，假的。这中天1号呀，他就没有开盘，怎么可能卖出去？王通，快声势一下，中天1号楼盘有主了，我们去迎接一下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中天1号院被人给买了？没错，就是雨欣先生。哦，雨先生，没想到你竟然也在这里，是我有眼无珠。李总啊，咱们还是处理一下眼前的事吧。我买的可是中天1号所有别墅啊，现在我房产证都被人撕了。怎么真的是他？雨先生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处理。
这件事情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这都谁干的？王彤，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李总，这都是个误会，这我不知道，这些都是宇先生买的呀。你说什么？这些都是你干的？不，我就撕了一张，剩下的都是他撕的。对，就这个女人，狗眼看人低，要不是她一直抨击宇先生，我也做不出这糊涂事儿啊。王彤，你要不要脸啊？要不是你要驱逐宇先生，我怎么可能得罪他？够了！不管是谁得罪了宇先生，你们必须要付出代价，保安！将他们2人扭送到执法局，再发布行业公告，将他们列入行业黑名单。宇先生，你看这样处理你还满意吗？不，李总，你就给我个机会吧，这求求你。得罪我，或许你还能有机会；得罪了宇先生，你没有机会。雨萌啊，你可得救救我，帮我和宇先生说说好话，咱俩可是朋友，你不能不帮我呀。我早就告诉你了，你嘲讽宇先生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想后果？把他们2个拉下去！不，宇先生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不能丢这份工作呀。雨萌，咱俩可是好闺蜜，不能这样对我。宇先生，你是今天就搬过来吗？现在就搬。另外啊，把2号和3号都给我收拾出来，我要送给这2位小姐。好呀，没想到你这么有实力。既然你不想吃这口软乎的，那姐姐我吃。造孽呀！本来是为了躲开房东，没想到现在还引狼入室了。不行的，宇先生，这车我都准备还给你了，这别墅说什么我也不能要。哎呀，你收着吧，这玩意儿我又不缺。可是，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宇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点事要先回去一趟。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爸，跟你们说，这可是一个好机会，我就不信爷爷病重了他还不回来。等他回来，我们就逼他签了放弃财产继承的协议。他要是不签，我们就不送爷爷去医院。不错，这倒是一个好主意。虽然说他陪了你爷爷几年，但说到底他就是个收养的，我才是长子。哼！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说这个老东西竟然把那些文物古董全部给了那个野丫头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爷爷，你们干什么？哟，你还知道回来呢？我还以为爷爷病重你都不管了呢。让开！我要送爷爷去医院。想送爷爷去医院啊？简单，只要你签了放弃继承的协议，我们就送爷爷去医院啊。雨萌啊，爷爷平常对你这么亲，你该不会就为了继承这点遗产，对爷爷不管不顾吧？你们就为了爷爷留给我的东西，就对爷爷不管不顾？你们还是人吗？你们放肆！臭丫头，怎么说话呢？要不是你爷爷把东西都给了你，我们会这么薄情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忘了，你就是收养的。这是协议，你把它签了，我们立刻送爷爷去医院。哼，我签。哼。哎呀，这回停到这儿也太安全了吧！真不愧是逆袭牌3轮车，短短时间我就有了几亿存款，还有了楼盘，豪车无数。就是不知道这次还会产出什么。恭喜玩家，3轮车今日产物已自动产生，请玩家查收。说曹操就到啊！我倒要看看会产出什么。恭喜玩家，今日份产物为100株超百年人参和超级神医传承，玩家只要拿起一书就能获得传承。怎么送来一车什么玩意儿啊？哇，果然是系统啊！有了这一身医术，
再加上这人参，那就是快死的人，在我手里也能救活啊。于先生，哎，怎么了，羽毛？我是想求你一件事儿。如果您没时间也没有关系的，我再去求别人。我有时间，什么事啊？怎么听声音这丫头这么失落？我还挺心疼的。难道我对她动心了？到底发生什么啦？于先生，我爷爷重病，医生说已经无药可医。他说想看到我有个依靠。哦，你想让我假扮你对象啊？我的三轮里拉了好东西，一定能给你个惊喜。爷爷，你看，我找到能依靠的人了，他叫雨琴，他很厉害，他一定能保护好我的。这是心脉亏损，大限将至啊，放在医院里确实救不了，不过对我来说轻而易举。真晦气，这是人能待的地方吗？你来干什么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当然是来送爷爷最后一程啊！爷爷不死，我怎么拿他留下的东西呢？你别说，爷爷他真挺能熬，竟然挺到了现在。这看起来不像好人呐！你现在给我滚出去！宋雨萌，你还敢在这跟我嚣张呢？以前有只老东西护着你，现在他自己都不行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再跟我大呼小叫的？现在他快死了，东西我也到手了，还有什么能护着你？我呀，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看不着啊？宋雨萌现在可是我女朋友，你当着我的面欺负她，是不是说不过去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就等爷爷死了继承家产。你说这话，你还是人吗？这老东西一直待在乡下，跟我可没感情。要不是为了他手里那点东西，谁还会把他接回来？如果不是我们把他接回来，在这里享福，他早就死了。他竟然想把东西都留给你，你一个养女凭什么？爷爷的拆迁款被你们拿走，在城里买了房。我和爷爷住在乡下，你几年都不来看爷爷一次。你现在还为了爷爷留下的东西盼着他死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什么是报应？跟你一样，一个月为了几千块拼命给别人当牛做马，那才叫报应。哎，先别着急生气，把这股气先留着，等会儿一起发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的奸计不会得逞了。今天呢，有我在，老爷子不会死，而且我还要让他长命百岁。玉先生，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？我今天来啊是有备而来。宋雨萌，不会连什么鬼话你都信吧？医生都放弃治疗了，你该不会相信他还能活过来吧？难不成你相信这小子能把死人救活？我知道你都是好心的，但这种话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带你来，爷爷已经没有遗憾了。连你也不相信我，那我只能亲自出手了。大夫，大夫，帮我准备一下银针。你想施针来救人啊？别浪费力气了，除非是国医圣手出手，不然不可能的。等我一下，等我回来，我保证让老爷子起死回生。来，让爷爷含住这个人参。百年人参，这人参你是从哪里弄的？这种成色，至少一看就是100年以上，千金难求啊！来，快让老爷子含住。玉先生，这真的是百年人参啊！这我不能要，这太贵重了。你不想救老爷子了？我想救，但是这太贵重了，我还不起啊！我又没让你还，你实在不行，你就当我的小助理。我东西太多了，以后需要打理的地方更多呢。好，来，快给老爷子含住。这小子该不会真的能给他救活吧？万一他醒过来更改遗嘱，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？哎，干什么呢？谁让你们动我爹的？你要是把他救活了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哎，你这位家属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盼着你爹死啊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主要是太着急了，说错话了。爸，就是宋雨萌带着这个人非要给爷爷治病。宋雨萌，你个野丫头，居然联合外人来害老爷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
够了，够了！爷爷，你居然没事儿！看你们是巴不得我早点死，你们计划的倒是挺好，利用我胁迫雨萌放弃继承，就等我死了，夺走我的那些东西。哼！可惜啊，老天有眼，我没死成。雨萌给我找了个好孙女婿，是他治好了我。爹，您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可能希望您有事儿呢？我是很担心您的。既然您没事儿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别演了。之前我虽然病重，但我脑子是清醒的。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既然我现在活了，那些东西你们就别想。小雨，你救了我，我没什么东西能感谢你的，但我家里还有一些老物件，就送给你，全当我对你的感谢。想不到还有意外收获，估计是怕雨萌这丫头守不住，被这一家子给欺负，这才要送给我。好，那就是谢谢老爷子了。不行，爹，我可是您儿子，您怎么能把东西送给一外人呢？对呀，爸，我们才是自家人，您怎么能把东西送给这些外人呢？哼！当初你们偷走拆迁款的时候，一家人跑到城里住，把我和雨萌丢在乡下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们是一家人？你们为了得到这些东西，拖着不给我就医，逼迫雨萌放弃继承权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们是一家人？哼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之前怎么一张嘴就盼着老先生死啊？原来是一窝白眼狼啊！都是你，你把他给带了过来，我的一切计划全都泡汤了，我打死你！有这功夫，你还是先考虑考虑怎么跟警察解释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又没犯法。是我报的警，你们为了爷爷的东西弃爷爷不顾，险些害死他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宋雨萌，你个野丫头，你个白眼狼！我们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受点委屈可以让我们过好点，怎么了？你这个臭丫头，你敢报警抓你爹？你还是个人吗你？你们活该！你们苛待我，让我赚钱养着你们，这些我都忍了。但是不管爷爷的死活，为了达成你们的目的，我不会原谅你们的。你给我等着！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一面。我只是不想让他们欺负爷爷。你说的对，他们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啊，就根本没把你和爷爷当成一家人，他们只是把你们当做交涉的一种工具，现在是罪有应得。恭喜玩家利用3轮产物救人，获得临时产物机会1次。这个时候出奖励，可我上一车奖励还没处理啊。先生，我为我之前的无知向您道歉。哼，道歉就不必了，毕竟你们也没有百年人参，想救也救不了啊。是啊，不知道这位先生愿不愿意割爱，把剩下的人参卖给我们啊？你们愿意吃多少啊？唉，这百年人参有价无市，我也不知道价格呀。我知道，当年的瀚海集团拍卖场曾拍卖过一株百年人参，当时轰动全城的权贵，当时的售价是1200万。我去，这么值钱，一株1200万，那我那整整1-3轮车人参，岂不是要超过10个亿？就是不知道这医院能不能吃得下。可以，这个价格我们可以接受，只要这位先生愿意把这株人参卖给我们，1200万，我们愿意出。于先生，这个价格很公道啊。不行，这一株啊是送给你的，我既然说了让老爷子长命百岁，那这一株肯定要留给他的。给他的？那是当然啊，既然我说过让老爷子长命百岁，那这一株人参啊，自然是要送给老爷子的。这可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是啊，于先生，这可是1200万，这我们不能拿。放心吧，这玩意儿我多的是，你不用在意。于先生，你该不会又拉了一3轮吧？没错，我又拉了一3轮。
这都是百年人参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人参。于先生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就用三轮车来拉啊？这要是让人起了歹心怎么办？你看，你要多少直接转账就行。你要的多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优惠点。这也太多了，我不能做主，我这就联系我们院长。哎，这么多的百年参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么多百年参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些都是我之前收藏的，不知道王院长能不能吃下？这都是真的，而且每一株品质都非常好，都是百年野山参。这么多人参，我一个人肯定吃不下。我能不能联系一个朋友？当然可以啊。请。这么贵重的山参随便放在这里，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是啊，太过分了！这么贵重的人参呢，怎么能用三轮拉了？我用三轮拉人参很过分吗？几位误会了，这辆三轮呢非同一般，而且最近拉过的东西都是价值难以估量的。宇先生的三轮拉过一车金砖，拉过一车100万级豪车钥匙和行驶证，还拉过中天1号整个楼盘的房产证，所以拉着一车人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对，咱就是单纯喜欢这个三轮车啊，这个车多好啊，全方位采光，这很符合我的气质啊。哎，不说了，咱们还是聊聊这些人参吧。我明天还要拉货，今天得处理了。还拉？不会又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吧？我也不清楚，反正现在有一次自定义产物的机会，到底要产出什么，就看我需要什么了。哎，几位，你们想好了？我瀚海医院留30株，我们人民医院也要30株，60株，就算是一株1000万，我都能拿到6个亿，这不是原地起飞吗？行，那你们就跟我这管家雨萌小姐对接吧。这钱呢，直接打这张卡上，这里就要给你了。放心，雨先生，我一定办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小雨啊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已经没有机会站在这里了。这是我一生的收藏，还希望你能收下。雨先生，这是我爷爷一生的收藏，虽然你未必看得上，但是我希望你能收下。这些东西跟爷爷比起来，都是些微不足道的。是啊，我可以让三轮产出一车古董，这样既能拒绝宋老爷子，还能带来不菲的价值。不用了，不缺这玩意儿。哎呀，小雨，你就别推脱了。我听雨萌说，你刚搬到这里，我看你这里也有些空的，这些东西就当个摆设放在这儿吧，我也能够放心的。老爷子，我真不缺这玩意儿。昨天我还拉了一三轮呢，今天我还想着怎么处理呢。又是一三轮啊？你说是真的？真的呀！你不信我带你去看去。哎呀，这是三彩呀！哎呀，太珍贵了。这是钧窑，这是钧窑啊！这是定窑，哎呀，价值连城，价值连城啊！跟这些东西相比，我那点收藏啊，简直是不堪入目。于先生，我爷爷就是对这些老物件感兴趣，你别生气啊。这有什么生气的？老爷子喜欢，你让他拿回去2件都行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亏欠你的已经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还了。那你就好好当我管家，跟我还债呗。我跟你们行长说一声，他肯定能答应。好。哎，说到你们行长，他就打电话过来了。喂，哎呀，于先生，救命啊！啊！哎呀，于先生，是这样的，这边有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，我知道于先生您酷爱收藏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给个方便。拍卖会？对，咱们瀚海拍卖场每年都会举办一次，全城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参加。
全场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参加，这倒是一个机会。虽然靠着系统日赚斗金，但毕竟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更稳妥一些。张行长，我也想去参加这个拍卖会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我打电话就是想邀请宇先生同去，不过至于拍品，需要宇先生您自己准备。没问题啊。雨萌，你收拾一下，跟我一起去参加拍卖会呗。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是这里的，宇先生，这里就是拍卖会场了。但是我听说去这里是要通过验资的，而且还要有他人推荐。这你们行长也没说啊。我也不知道。走吧，你们行长估计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一件应该够了吧？走啊，你愣着做什么？走啊，你愣着做什么？我留着看三轮啊。这破三轮有什么好看的？不行的，宇先生，这一车古董价值连城，我得好好看着。说的也是啊，不过咱这破三轮，应该没有人会觉得有值钱东西的。我还是看着比较安心。你们干什么的？骑这个破三轮拉一车破烂儿，停在这里干什么？哎，你听见了吧？连保安大哥都说咱这是破三轮拉一车破烂，根本就没人在意的。那是他势利眼儿，那要是碰到心怀歹意的人怎么办啊？我还是好好看着吧，毕竟这是我的工作。咱们把三轮交给保安大哥看着不就行了吗？有他们看着，肯定不会出事的。哎，麻烦了啊，这个三轮就拜托你了。哼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骑这个破三轮过来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你们破三轮该来的地方吗？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哼，我就这样，有头有脸的人来了，我当然好生招待。可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骑这个破三轮也想让我好生招待？你们配吗？我们也是来参加拍卖会的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们？就你们，你不看看那些人才是来参加拍卖会的，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？这么多熟人啊！笑话，你要是能认识其中的一个，你也不至于骑个破三轮吧？那是宇先生低调，就算这些人来了，也是对宇先生毕恭毕敬。那可都是瀚海的大人物，他们会对这小子恭敬。别的不说，这小子要是能认识其中的一个，那我就站在这里给你们看一天的三轮。行，瞎了你的眼，竟然敢对宇先生不敬！你那么想给宇先生看三轮车，那也就好好在这里站着吧。哎呀，宇先生，虽然这保安在这里看着，这么多古董放在这儿也不合适吧？好，宇先生您放心，拍品拍出去的钱虽然会捐赠出去，但是我们会分毫不差的转给你。是的，宇先生，我也不会让你吃亏。原来拍卖款是要捐赠出去的。从绑定三轮以来，我已经得到太多，正好趁这次机会捐赠出去，说不定能帮到更多人逆袭。每个人最多能提供几件拍品。宇先生，这个是没有限制的。你们每人挑一件，剩下的就以我的名义全部拍卖。拍卖款项呢，你就帮我捐出去。啊，于先生，您这是认真的吗？就算这些拍品那么普通，那也要价值几十万啊！这么多，怕是要价值过亿啊！没关系，我现在啊已经没兴趣收藏了。如果能捐给有需要的人呐，也是做好事了。宇先生，这会不会太多了？怎么，你现在不想当管家了，想当管家婆了？既然宇先生这么慷慨，那我们也不好坐视不理。哼，那我们会把这些拍品尽量的拍出去。行，那我们拿东西走吧。好，那您先上去，这里的东西我会让人拿上去交给主办方。好，走。现在有钱人都这么低调了，他认识这么多大人物，拉一车古董就骑个三轮，难道这三轮比那豪车还值钱？希望这一次能来投资，不然这次危机恐怕真的不好度过了。哎，小雨倒是有能力，只是我还想让他吃我的软饭呢，怎么好开口求他呢？哼，
这不是在我面前靠我的冰山美人吗？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如果你今天是来看我笑话的，那你高兴的也太早了。是吗？你不就是想趁着今晚拉拉投资吗？不过可惜，你不会有机会的。有我在这里，我看谁敢不给我们陈氏集团面子，谁敢帮你，就是跟我陈家过不去。你，哼，我早就说过，你躲不过去的。你不就是仗着手里有个美容院，才敢不把我放在眼里吗？那我就弄垮他。我等着你送上门来求我。哼。请。一定是看错了，他怎么会被这么多大人物簇拥呢？于先生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不过您的拍品数量太多，而且极为贵重，所以我们把您的拍品单开一场，安排在这场拍卖会之后。于先生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荣耀。极限拍卖场的慈善拍卖已经有10几年的历史了，上一次单拍还是10年前的陈氏集团，只不过他们当时的拍品加起来也不过才2000多万，比不上于先生。那都不重要，我只是想做点好事而已。当然，主要是为了清空车厢，不然耽误了我下一车货物的产出怎么办？房东怎么过来了？该不会是缠我身子追过来了吧？感谢诸位莅临我们极限拍卖场的慈善拍卖会。在拍卖会开始之前，我们可以提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：今日陈氏集团的陈少要亲临我们的现场。本次拍卖会，陈少将提供价值1000万的古董一件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下面我们掌声有请陈少。众所周知，我们陈氏一直比较热衷于投资慈善事业，可以说没有我们陈氏，这个拍卖会都开不起来。陈少说的对呀，要不是陈氏，咱们今天能坐在这一块吗？是吧？不错，上一次陈家为了支持慈善事业，直接拿出了2000万的拍品，生生单开了一场，更是令人尊重。各位能这么想最好不过了。既然大家都知道我陈氏的重要性，我想请各位帮个小忙，不过分吧？陈少，你说哪里话呀？只要您开口，我们敢不遵吗？是吧？陈少，尽管吩咐吧。看到那个女人了吗？她就是若心医美机构的老板，不过现在她的机构已经快要倒闭了。我的要求就是，谁敢帮她，就是跟我陈氏集团为敌。于先生，这陈斌也太过分了，这么欺负赵小姐。怎么回事啊？于先生，这在瀚海高层圈子里不算什么秘密。陈少对这位小姐有意思，追求了几次遭到拒绝之后，就想办法把她的公司弄倒闭，然后给她……王八蛋！于先生，你认识这位小姐？到底要不要帮她？要是帮了她，她还想让我吃一口软糊的怎么办？于先生，您还是帮赵小姐吧。虽然陈氏集团很厉害，但我相信在你面前都算不上什么。赵若心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即便你来到这儿也是没用的哦。或者说，你能来这里，是我给你安排的。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在瀚海，我们陈家就是天，拒绝我，等着你的只有绝望。哼！你们陈氏是不是天我不知道，但今天他的天我撑着。小雨，你……赵姐，你这也不行啊！看来你这口软乎的，我是吃不上了。不过没事，今天这事啊，我管。在这儿啊，我就是你的天。哎，赵姐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我把别墅都送给你了，出这么大事儿你都不告诉我，怎么？怕我罩不住你啊？没有，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我不堪的一面。我还是喜欢你那天晚上的样子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不同意的事你都敢碰？你又算什么东西啊？你不允许的事儿，我就不能碰啊？这么说，
你是要跟我陈氏为敌了？小雨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没事的，赵姐，你们陈家在我这儿什么都不算。不过看你这德行，你们陈氏集团也不是什么好鸟。哼，小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在汉海，还没有人敢不把我们陈氏放在眼里。那现在有了。好，那我就让你知道，口出狂言是什么后果。我看谁敢动宇先生！你们再过来，我就要报警了。只要我报警，你就得进去。还真有不怕死的。哼，不过我喜欢。小子，看来你艳福不浅呐。不过可惜，都是为我准备的。以我们陈家的拍品，赶出去一个人轻而易举吧。陈少，那是当然。没有陈氏集团的支持，我们极限拍卖场也不可能一直顺利的举行。驱赶一个人而已，自然是有这个权利。这位先生，我们拍卖场不欢迎你，请您立刻离开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得罪了陈少，你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行，我就怕我走了之后，你们这儿没什么东西可卖了，这拍卖会啊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了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极限拍卖场在瀚海也算是有头有脸的，在场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每一家都带了拍品。怎么，还会缺你那点垃圾啊？你胡说！陈先生的拍品一共有90多件，加起来比你们所有人都多。可笑，拍卖会最多的一次拍品不超过30个，还是当年我们陈氏提供的。你说他提供了90多件拍品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比我们陈氏还要厉害了？哼，你们这种人呐，张嘴就来。我作为拍卖会的主持人，接到的拍卖单上总共就有26件拍品。你刚才说他一个人就提供了90多件商品，哎，这东西呢，在哪里呀？要我走可以，就看看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可拍。赵姐，跟我走吧。雨萌，把我们的拍品全部带走。小雨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这陈氏集团……赵姐，我要是走了，该害怕的是他们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这陈氏集团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。走。宇先生，你怎么能走呢？你要是走了，这拍卖会可就完了。胡经理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该不会被他给骗了吧？有我们陈氏集团在，拍卖会出不了问题。宇先生的拍品跟你们陈氏集团比起来，你们就是个屁。要是宇先生走了，这场拍卖会就成笑话了。经理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提供的拍品单上根本就没有他提供的拍品啊！你一个小小的主持人，怎么会知道宇先生的拍品？是宇先生一个人提供的拍品就有90多件古董，每一件拍品价值都在100万以上。经鉴定师核算，于先生一个人的拍品价值超出了10亿，所以极限拍卖场特别为宇先生开办了一场个人拍卖会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？敢赶宇先生走，你以后不用干了。胡经理，我这不怨我呀，我完全是按照陈少的吩咐做的，是不是陈少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胡经理，难道是不准备给我陈家面子了？面子？你跟宇先生比起来，有什么面子啊？哎，你他妈疯了吧？睁大你的狗眼看好我是谁？你就不怕我现在走了？我走了之后，这个拍卖会也别想再开下去了。好大的口气啊！宝贝三轮，使用自定义产物机会。这一次我要产出场中所有集团公司收购合同，收购人是我自己。自定义产物成功，物品已在3轮内产出。我们陈氏集团就是有这个底气，难不成你还能让我陈氏集团破产吗？哎，我不会让你们陈氏集团破产，但是呢，我会让你们陈家没有话语权。张行长，你去帮我把3轮车座位底下的东西拿过来。宇先生，您的3轮车座的底下还有东西吗？哼，一些文件而已。哦，哼，浪费时间，就你能拿出什么文件？哦，难不成还能是收购我们公司的文件？哎，你说的不错，的确就是公司收购文件，而且呢，是在座所有人的公司。
当然呢，也包括你们陈氏集团。这人疯了吧？他怎么敢说出这种话呀？我们这么多人的公司，加起来上千亿都拿不下来，怎么可能他一句话就给收购了？就是啊，于先生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这合同很重要吗？这个时候要合同干什么呀？这些文件足以令瀚海变天。以后啊，这瀚海再也没有什么陈氏集团、王氏集团、李氏集团，半个瀚海都将姓宇。假的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弄几张废纸就说是收购我们陈氏集团的合同了？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？那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陈氏集团呢，现在姓谁？怎么可能？我们陈氏蒸日上，怎么可能会被你收购？你们陈氏集团是很强，但是可惜我是个开挂的，有3轮在，无所不能。还有你们啊，好好看看合同再做选择啊！哼，我的公司这就被收购了，我的公司现在是雨晴的了，我的公司也被收购了，我的也是。他竟然真的收购了我的公司！小雨，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？就在刚刚，他们陈氏集团不是欺负你吗？那我就让他们陈氏集团改姓。他们跟着陈氏集团欺负你，我让他们的公司都改姓。小雨，好了，赵姐，这都是应该的。你之前没少帮我，现在啊，就是对你的回馈而已。还有啊，这陈氏集团之前不是一直仗着自己的势力逼你低头吗？我今天啊，就把陈氏集团送给你。这是陈氏集团的收购合同，我会让人转让给你。以后这陈氏集团啊，就姓赵。不行，我不能要。咋了，赵姐？你不想吃口软乎的？好呀，你喂的，我吃。也许宇先生帮我只是因为钱多，对我只是可怜，他和赵小姐才是般配。这丫头该不会是误会什么了吧？小呆瓜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还不赶紧把合同收回来？难道你想让我自己管理整个公司啊？喂妈，小雨啊，你堂哥又要结婚了，你啥时候能带个对象回来啊？你啥时候能带个对象回来啊？妈，谈对象要讲究缘分的，缘分到了，我自然就把儿媳妇给你带回去。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还有事儿，回头再说。3轮再牛逼，也不能给我变个媳妇儿出来啊！恭喜玩家骑行10小时，奖励特殊产物1车，请注意查收。还有特殊产物？小雨，去哪儿呀？姐陪你。宇先生，我想清楚了，我可以做你的全职管家。妈，我现在就把儿媳妇给你送回家。